兄弟们，今天来看一部最新上线冷门美恐阴影之声。故事要从一个男人对神父的忏悔讲起。12岁时，他的父亲被人所杀，母亲带着兄妹俩寄宿在一个远方亲戚家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那个亲戚又强暴了母亲，并殴打致死。年幼的加百列忍无可忍，杀了他，带着妹妹浪迹天涯，饱受人间疾苦。可他坚信，上帝为你关了一道门，肯定会打开一扇窗。直到前不久，一段可怕的经历让加百列的信仰彻底崩塌，不再相信世上有神明。1个月前，他和妹妹还有女友3个人挤在一间老旧的狭小公寓。虽然穷，但好在时常有女友姨妈的接济，日子倒也勉强过得下去。3人经常上姨妈家蹭饭，可他唯独看不起加百列这个穷小子。一来便没好脸色，让他去打扫整栋大院，可转过头却对自己的亲妹妹异常宠溺，视若己出。不仅会准备她最爱吃的东西，还经常安慰思念双亲的妹妹。You know, I know this might sound crazy, but sometimes I can communicate with loved ones. Even my parents? Especially your parents. 姨妈说，下次来就让妹妹见识一下自己的真本事。可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当晚，她竟然先死了。一个陌生的电话请侄女艾玛去参加葬礼。由于姨妈生前得罪过不少人，没多少邻居，又无子嗣，偌大的追悼会上只剩他们3人孤零零地站着。当艾玛读完追忆逝者的哀悼词，台下一个男人却不分场合拍掌喝彩。他就是打电话通知艾玛的男人，而这个老登既是姨妈生前最信任的挚友，亦是他死后遗产处理的委托律师。而作为唯一有血缘关系的艾玛，本应顺理成章继承姨妈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那栋老宅。可律师却说，遗嘱里有2条奇怪的先提条件。第一件事情便是让艾玛住在老宅，帮他应付那些老友打来的电话，还务必不可泄露他已死之事。而第2件则是不允许加百列住在这里。Wait, what? Is this a joke? 而艾玛觉得这毕竟是一笔不菲的财产，至少几人再也不用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。2人争执中，律师决定给他们点时间协商，明天再说。然而就在当晚，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妹妹发现姨妈卧室里的梳妆台前放着一张很诡异的画，而艾玛在老宅里发现了一间地窖，她想进去看看，可加百列勃然大怒，因为当年他将侵犯母亲的畜生杀完也埋在了地窖里。他有阴影，不得已2人只能回屋睡觉。半夜，艾玛呼呼大睡，而加百列总能听到屋内传来奇怪的叫声。他抄起刀四处寻找，可这副鬼鬼祟祟的模样又恰好被艾玛撞见。Did you hear that? No. 再这样下去，遗产没继承不说，恐怕男友得先疯。顾全大局的艾玛决定收拾东西离开，放弃遗产。然而临走前，屋外却传来律师急促的敲门声。他说姨妈生前给艾玛买下了一间画廊，方便随时办展。本就很喜欢画画的艾玛，既不想辜负姨妈的心意，又不愿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答应先去看看。加百列想陪同，却被律师拒绝。2人走后，他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瞎转，四处翻找，结果发现一本邪门的古老书籍，上面的字迹自己看不懂，但书边象征教会的五角星标记，意味着他绝非常物。加百列想先叫醒妹妹吃饭，可他锁着门，宅在床上，死都不愿出来，好似屋子里有什么宝藏。而此时楼下的电话声打断他的所有思绪。古怪的是，接起来又无人出声，反复几次，可当妹妹说要砸了这个电话，对方却说 Gabriel, What's this? leave or everyone dies. 起初加百列还未放在心上，可出去一趟的艾玛瞬间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话锋一转，劝加百列出去住几天，等自己处理好遗产回去找他。加百列肯定不干，赖着不走。 This house is making all of us crazy. Can we just go? Please. 而半夜，妹妹在卧室里独自翻看那本古籍，却浑然未察觉到死去的姨妈就躺在她的边上，馋得直流口水。弄啥嘞，妮儿？而半夜被关门声吵醒的加百列发现艾玛不见了，喊了半天无人应答。只见她蹲在地窖前的台阶上吃草，宛若梦游，从自己面前走过，却怎么也叫不醒，恐怖之极。这栋屋子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？而翌日清晨，他又像没事人一样说自己要去教堂，并让加百列开车送自己过去。那口气像吩咐佣人一般，哪里半点还像曾经亲密的爱人。因为态度，2人在车上大吵一架，而妹妹整日缩在房子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看那本古籍，如痴如醉。突然，本空无一人的楼上又传来了脚步声。妹妹上楼查看，可她走后，
姨妈生前常坐的椅子却诡异地摇晃起来。Mila? 叫着一个死人的名字，可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愈加兴奋。嘿嘿，想我了，小宝贝。他掀开床单，没错，正是死去的姨妈，不过她相貌狰狞，有点可怕。而另一边，听闻加百列女友继承房产的事情，牧师表现得很异常，但由于神父在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Please come see me again. Now is not a good time. 而回屋后，加百列又听到电话骚扰，他愤怒地扯断线，转身去找那本古籍。他总感觉书里藏着这栋古宅的秘密，却殊不知死去的姨妈正闲着没事飘来飘去。他发现地窖的门又打开了，呼喊几声，无人回答。于是他壮起胆走下去，一个大男人举着火机，却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而此时屋外突然传来妹妹的尖叫，他连忙跑上去，可妹妹不见了。而此时律师友不请自来。Oh, I'm so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. Have you seen Celeste? 他嘴上说着不按照遗嘱约定，艾玛将无法继承遗产，可手中却悄悄掏出刀。好在生性警惕的加百列早已看穿他的小动作。你个老邓还想害我？只要你死了，哪还有这些条条框框约束我们？加百列将他装进塑料袋，随便找了个地方拖走埋掉。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万事大吉，却丝毫没察觉到他所做的一切正被一个人看在眼里。加百列默默记住对方长相，如今的他可没时间管这些。他擦掉地板上的血迹，静等艾玛回来。可诡异的是，电话线都拔断了，那个烦人的骚扰电话又打来了。听声音，打来的还是律师。我擦嘞，刚才我不是把他给埋了吗？一宿未睡的加百列喝着酒，越想越不对劲。难不成这栋屋子里有鬼？他尝试给失踪的妹妹打去电话，可那头只有嘈杂的噪音。他刚想报案失踪，可艾玛却套出妹妹发来的消息，说她只是想出去散散心。加百列焦躁的心这才逐渐平复下来，但他越想越不对劲。长这么大，妹妹可从未不辞而别过。而他更想不通的是，律师明明被自己杀了，又是如何再次给艾玛打电话？于是趁着半夜无人，他挖开土堆，想要看看律师是死是活。可诡异的是，人还在，就埋在土里，袋子都没动过。一日，艾玛接完电话又独自离开，而加百列翻开他留下的相册，却惊奇地发现律师、姨妈和教堂的神父三人很久之前就认识。而看样子姨妈还曾是教堂的修女，可仔细端详，这张照片的来历是30年前，但神父的相貌却从未老过分毫。于是想不通的加百列跑到教堂质问神父，姨妈和他什么关系？没曾想向来温顺的神父一改往日和善面孔。 Well, right now you are in God's house. I believe it is always preferable to play by the house rules, is it not? Well, let me tell you, God does not. Later, I will be performing a eulogy. And I think you know for who. Get out of my church! 说1000道10000，加百列曾杀过人，还不止一个。即便当初是为了自保，可不可否认，他是一名手染鲜血的罪人。他灰溜溜走出教堂，而巷子里的牧师却叫住他，盯着加百列手上的古籍，喃喃自语 This belonged to her? 可怪就怪在这里，这本书在过去是用来换取永生的邪恶典籍，以献祭死人灵魂，召唤恶魔，并与其交易换取力量。但这么多年来，小镇上向来风调雨顺，别说杀人，就连被车压死的野狗，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然后当牧师看见那本书里面记载的名字，却突然无比惊恐，因为这些人曾是镇上近100年来犯过错的罪人，但无一例外，不是失踪就是自然死亡。而举办葬礼仪式的经手人正是神父。看来他和姨妈之间显然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牧师劝加百列赶紧离开，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他。可如今妹妹生死未卜，他又不想丢下艾玛，怎会甘心离去？于是加百列再次回到家，但眼前的一幕着实让他三生难忘。艾玛眼神发黑，一言不发，画着诡异的人像，宛若一副被恶鬼附体的模样，怎么喊也没反应。情急之下，加百列抄起斧头破门而入，却突然发现妹妹的手机原来一直都在屋内。Celeste?
而艾玛则在不远处恶狠狠地盯着他。随后一个转身躲进地窖，一路追赶。他借助火机微弱的光芒呼叫艾玛，然而点燃熄灭，熄灭点燃，火机有用，但怎么打也打不着。好玩吧？随后一道黑影袭来，似要将加百列突进幽暗的地窖当中。他挣扎地爬了起来，连忙扶着艾玛驱车离开。两人回到了自己的家，他怀疑妹妹还在古宅，可艾玛却死活也不想回到那个鬼地方。说是这么说，但一日洗澡的功夫，人却又不见了。加百列四处寻找，可活人没见到，却发现牧师被杀了，地上还画着古籍中邪恶的献魂仪式。他才意识到神父也有鬼，多半是牧师发现了什么秘密，又惨遭灭口。他赶回姨妈家，一负责砸爆那个凡人的电话，但恶魔又怎会惧怕他一介凡人？如今的他正占据着妹妹的身体，一步一步引诱加百列上楼，希望杀了他献祭，延年益寿。It's time for us to join them. 危急时刻，一个男人突然闯入，帮了加百列。他是当地正义的驱魔组织，前不久就盯上了这栋古怪老宅。细心的朋友都能发现，他正是那名目睹加百列杀了律师的神秘人。之前还曾打电话提醒加百列离开古宅，可当时他们个个不信。据他所说，姨妈、神父和律师三人一直以来在用灵魂和恶魔交易永生。妹妹受其蛊惑，多半是认为可以见到死去的父母，从而一直沉迷在古宅当中，逐渐被恶魔掌控。要救妹妹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将她带回总部，用圣水洗礼，驱除污秽。临走前，他给加百列留下一把可以驱赶恶魔的火把，让其暂时先按兵不动。可心系女友安危的他，一分一秒也等不了。四处寻找中，他在镜子背后发现了一间密室，里面全是牢房，脚下还依稀残存着一些吃剩的人体组织。看来之前镇上离开的那些罪人，多半都死在了这里。刺激吗？回答我！加百列吓得跌倒在地，而黑暗中再次传来艾玛的哭泣，他就被关在牢房里。寻声觅去，没曾想姨妈根本没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。他故意诈死，引诱三人前来继承遗产，因为他的大限将至，必须要用罪人灵魂献祭恶魔，延年益寿。律师和神父都是帮凶，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逐步蛊惑艾玛或者妹妹杀了加百列，这样好抽取更多罪人灵魂，满足恶魔。 You didn't listen to me. 一斧子下去，姨妈倒下，但诡异的是，身后的电话里却再次传来他的声音。加百列愤怒地挂掉电话，却浑然未意识到危险已经在身后悄然逼近。艾玛一刀插在加百列腹上，如今的他显然已经完全被恶魔控制。黑暗中，那团浓雾不断抽取他的灵魂。危急时刻，加百列忍痛拔出刀，在自己手掌上刻下象征保护的五角星芒。这一次，上帝眷顾了加百列，圣火也成功将艾玛体内的恶魔驱除。他们逃过一劫，但人心不足，恶魔不除，邪恶就永不会消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。我是不会讲电影，只会陪你看的罗斯，我们下期见。